在南美洲的豆农们发现，可以尝试将葡萄酒的发酵放到咖啡豆的处理中。于是，经过多次尝试，他们惊喜地得到了一杯水果风味极为浓郁的咖啡，甚至可以称其为不像咖啡的咖啡。大家好，这里是沃瓦的咖啡频道。今天让我们来浅谈一下这个让咖啡不太像咖啡的咖啡豆处理法——厌氧处理法。厌氧处理法又称低温厌氧法、厌氧发酵法。顾名思义，区别于传统的3大处理法，厌氧法的重点就在于发酵。这种处理法是为了迎合精品咖啡浪潮环境下顾客对于更多咖啡风味的需求。优点就是咖啡的水果风味会更加明显。由于只有发酵过程和其他处理法不同，所以可以直接在各种处理法的处理流程中直接添加厌氧发酵这一个步骤。于是就有了厌氧日晒法、厌氧水洗法和厌氧蜜处理法。由于只有发酵这一过程特殊，其他处理步骤就和3大传统处理法一样。大家感兴趣可以看我们往期的视频，这里我们就单说发酵。传统的厌氧发酵法需要将采摘后的咖啡浆果直接整个放入到一个密封的环境进行发酵，比如不锈钢桶，可以有效隔绝空气，而且也不会吸附咖啡豆的风味。根据不同的处理法后缀、日晒、水洗、蜜处理等，选择加水或者不加水，然后向桶内加入2氧化碳，使桶内处于一个无氧的环境。通常发酵时间可以持续几天到几周不等。等待过程中，工作人员会严格把控容器内的 pH、温度、压力等条件的变化，以求得到所需的风味。不同发酵程度产生的风味也会不同。这样的处理会有什么用呢？厌氧处理法中的厌氧指的并不是无氧的环境，而是指酵母菌、乳酸菌等微生物分解糖类物质的方式。以酵母菌为例，在传统处理法中，发酵时酵母菌分解糖类都是依靠有氧呼吸，产生的物质仅仅是水和2氧化碳，再配合其他脂类物质的分解，进而产生各种风味。而厌氧处理法中，由于建立了一个无氧的环境，酵母菌主要进行无氧呼吸，这个过程中产生的物质便多了一个酒精，而且其他脂类物质的分解也会产生变化，这就使得咖啡豆的风味丰富了起来。而且还有乳酸菌的加入，乳酸菌只能进行无氧呼吸，可以将有机物变成乳酸，这样咖啡豆的酸质也会更加丰富、更加明显。此外，由于环境密闭，咖啡的风味不会流失，这就是为什么厌氧法处理过的咖啡豆水果风味都更为丰富。整个处理过程可调控的因素有很多，比如加水与否、容器、发酵时间、发酵温度、菌群种类等。即使是同一种咖啡豆，也会产生多种的风味变化，如此便诞生了各种各样的分支处理法。比如之前闹得沸沸扬扬的雪莉桶处理法也是其中之一，这个我们有空细说一下。那这种处理法是从何而来的呢？据说该处理法的灵感来源于葡萄酒的处理方法，因为葡萄酒一直就是厌氧发酵的。在南美洲的豆农们发现，可以尝试将这种处理方法放到咖啡豆的处理中。于是经过多次尝试，他们惊喜地得到了一杯水果风味极为浓郁的咖啡，甚至可以称其为不像咖啡的咖啡。由于厌氧处理法可以有效地放大咖啡豆的水果风味，所以多被用于处理一些原本水果风味就丰富的咖啡豆，比如大名鼎鼎的意式咖啡、粉红波旁等。厌氧处理法的玩法很丰富，很多人就是因为其不确定性而尤为钟爱厌氧处理的咖啡豆，但是也被人诟病过。曾经就有人因为该不该在厌氧发酵时加入风味物质而吵架，为此还诞生了一个新的名词——增味咖啡。等有空细聊。现在问题又来了，你喜欢日晒、水洗、蜜处理还是厌氧处理法呢？欢迎留言讨论，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